Hello, I'm Jasper. Welcome to my channel. Hello，终于要拍我的第2集。最近真的是太忙了，加上因为我还在适应环境，而且这边真的很冷。说实在，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想要出去拍影片，因为真的很冷。然后今天我想要介绍，就是在我维也纳的家旁边的市集，因为现在圣诞节快到了，所以那边有很多市集是我没有看过的，然后有很多食物真的蛮特别的。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街道。然后现在我要走去买一个1元咖啡，因为今天早上我健身的时候跑去健身房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很便宜的咖啡店，然后他们还有卖很便宜的那个披萨。然后这个就是住家旁边的那个教堂，基本上这边路边大家走没几步路的那个历史建筑，其实都还蛮丰富的。然后前面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市集，会经过的市集，因为这边还蛮多吃的东西，但是大部分好像都是比较偏向东欧的东西，然后还有什么拉狗什么之类的，对，给你们看一下。那市集其实其实小小的，可是它蛮可爱的，而且这边有很多外来移民，因为这边是维也纳的市区，基本上很多这边的中东移民啊、东欧移民都会住在这一区。然后这边其实有蛮多像那种卖热红酒的店，然后还有这种小摊贩之类的。还有这个其实就是东欧人，好像是东欧人的食物吧，但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它是什么，就是那个拉狗须，那个很大的那个饼，很像油条。然后这边沿路啊，应该是只有我一个亚洲人，所以其实我拿着摄影机在拍的时候，全部人其实就是看着我现在看动物一样，然后我就只能就是。因为这边中东移民的关系，所以这边很多的那种K-pop 商店，然后还有卖那种就是怎么说，他们很多中东的甜点其实很特别。可是因为今天没有要吃，我现在去买那个1元咖啡，所以我现在沿路走去那个1元咖啡店，然后基本上这边就是住宅区，所以就是你们看我现在快到了，就是咖啡店就在前面。终于买到，就是这个1元咖啡，然后还有那个饼，那个是中东的饼，然后吃起来真的是蛮像台湾的葱油饼的，可是它比较厚，就是厚版的葱油饼，而且它蛮香的。对，咖啡也是1块1欧，不能讲1元1欧咖啡，这样算很划算。终于来到这个湖，坐了一下子，然后这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就是住宅区。然后我现在要走进去那个湖，这边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怎么说？因为它应该是室外不能讲世外桃源，这边比较有点像是大城市外面的一个怎么讲休息的一个湖区，对啊，那你可以看这边基本上都是树木，都没有人，然后有很多乌鸦。
应该是好事吧。其实很多乌鸦其实蛮可怕的，就像我朋友小姐应该会很喜欢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日本人比较特别一点啊。小姐大好き。对，然后先说就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来到奥地利工作。基本上就是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应该是工作遇到一些瓶颈，然后再来就是我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发现其实在台湾好像没有办法去一一实现，可能应该是想飞的梦还没有结束，所以我就一心一意的就是，应该说最主要是工作有一些瓶颈啦，然后加上我之前本来就想要出国念一个学位，可是其实要考过那个考试，就是语言检定，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虽然说就是在国外住了一阵子，可是就是口头永远就是比阅读写作好很多，这个真的是我跨不过去的瓶颈。但我现在还在努力啦。然后这边的话，基本上往这边走，现在应该是去湖区吧。然后这边有一些人就是在运动、散步啊什么的。对，然后现在快到那个湖了，还有狗狗。对，然后现在开得到就是市区的那个街，那个大楼。就是这边，其实是一个蛮放松的地方虽然说我现在还没工作，然后再来就是，但我其实这一次出国还蛮幸运的啦，因为这一次出国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之前就有在爬文，然后来奥地利的一些资讯啊工作。然后还蛮幸运的，在台湾的时候就找到房子了，然后大概10几坪的房间吧，台币9000多。慢慢走，对，你们看夕阳，真的超美的。对啊，然后那时候就决定，就想说，不然就先来那个奥地利试水温，去德国之前。对，然后我现在找到一条小路给你们看，我要下去看一下夕阳跟湖。这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可是真的蛮美的啦。但是我可能要低头，因为树枝很多。对，然后你们看，这个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湖区，真的是蛮美的。对啊，然后那个是市区，对，我现在往下走，应该是不会有蛇吧？对，然后再来讲讲为什么会选奥地利，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要去德国，然后后来原本想说最后一年。就是打工度假的最后一年，想说要不要再出去一次。原本是不想，可是后来想一想，好像也没有太多选择。后来想说，那不然就试试看，奥地利好了。可是因为奥地利它本身它好像又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热门的国家，所以资讯其实也不多。可是我虽然说我有在爬文，但它资讯还是有限。我只能说就是。在有限的资讯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问人，然后要很有礼貌的找一些资源，然后不然就是自己很主动的去找工作啊，丢履历啊，即便你不会讲德文，就像我去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就直接跟我讲说你会讲德文吗？但是讲德文啊，然后我只能说我会讲英文。跟中文，但不得不感谢，就是现在
因为蛮多就是大陆人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哪的工作，在全世界的工作机会其实蛮多的。如果说你愿意做销售啊这方面的话，因为我之前本来就有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要有诚意啦，然后还有礼貌，然后要给他们感觉就是你很想要我在这边工作，我想试试看，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就跟大部分打工度假的人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工度假这个东西，说真的它有帮助吗？是有在语言跟交际能力上，可是说实在的，实质上在工作上的帮助好像又不是太大，因为毕竟我们是亚洲人。然后，我觉得在亚洲国家的主管跟欧洲国家的主管问的问题真的是很不一样，特别是在经历这方面。而且这边有超多老鼠的，你难骂一个恐怖。对，虽然说我真的是蛮怕老鼠的，但是老鼠看起来蛮可爱的。对，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自己要有一点勇气跟心理准备，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他们很想要做，就是想要出国，可是他们常就是被一些现实情况限制住，所以他们没有那个勇气出国。而且出国其实你要忍受的一点是，寂寞，因为在这边你要认识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时间，而且我觉得最主要你要把你本身的个性展现出来，在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不是这么容易。然后这边的人当然也会就品头论足啊，但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啦，但还是比亚洲国家好一些。只是说，我觉得最主要给人家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很有诚意啊，然后还有就是友善的人，这样人家其实才会愿意来主动接近你。虽然说我才这边2个多礼拜啦，对啊。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如果想要做一些事情，当然就是动手去做，就不要一直想，不要一直讲，对。所以，总之我觉得